欢迎来到人生有道，岁月如歌，道在其中，一起感悟人生。曾几何时，微信朋友圈成为人们展示生活、分享喜悦、表达情感的主要舞台。然而，近几年，我们发现朋友圈的动态明显减少，很多人的朋友圈甚至彻底归于沉寂。这个变化耐人寻味，曾经的热闹为何逐渐转为冷清？是什么让人们选择退出这个虚拟的社交场？我们试图从心理、社交习惯以及时代变迁的角度来探讨这些现象。一、被看见的意义在变化。朋友圈诞生之初，是一个表达自我、与他人建立联系的地方。小敏是一名设计师，工作几年后，她发现朋友圈不再能满足她的心理需求。起初，她喜欢发布自己设计的作品，收获好友的赞美与反馈。那些点赞和评论让她感到被认可与被看见。然而，随着生活和事业的发展，尤其有了成家之后，有了自己孩子，他逐渐觉得这些虚拟的反馈越来越苍白无力，朋友们的评论变得程式化。小敏决定减少发朋友圈，在她看来，生活的重心不再是分享，而是体验。她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了除工作之外，就是自己小家和孩子身上，这些才是真正被认可和被看见的东西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被看见是一种深层次的情感需求，但如果这种需求无法在朋友圈得到满足，人们便会转向其他方式。二、社交圈的扩大带来的困扰。随着微信好友的不断增加，朋友圈从一个熟人圈子逐渐变成了半熟人甚至陌生人的展示场。小杰是一名刚进入职场的新人，由于工作需要，他添加了许多客户和同事为好友。他曾经喜欢分享一些旅行和生活的动态，但现在却变得格外谨慎。一次，他发布了一张深夜加班的照片，本意是表达自己的努力与奋斗精神。然而，一位客户看到后，却对他说：“你是不是工作效率有点低？怎么还要熬夜加班？”这让小杰感到十分尴尬。从那以后，他选择尽量不在朋友圈透露自己的生活状态。朋友圈中不同层级的关系交织在一起，使得人们难以放心地表达自己。为了避免误解和麻烦，越来越多人选择沉默。三、隐私意识的增强。随着社会对隐私问题的关注增加，人们对自己的信息安全更加警惕。小南是一名全职妈妈，她曾经喜欢晒孩子的成长点滴。然而，一次朋友提醒她，随意分享孩子的照片和行程可能会带来隐私风险，这让她深受触动。她了解到，有不法分子可能通过朋友圈的信息进行诈骗，甚至威胁家庭安全。从那以后，小南决定不再在朋友圈分享孩子的相关内容。他意识到，保护家庭的隐私比分享生活的重要性更高。四、生活的单调与平淡。许多人减少发朋友圈的原因还在于生活本身的单调和平淡。阿伟是一名程序员，工作时间长且内容重复。他感到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值得分享的亮点。朋友圈里充斥着他人旅行的照片、精致的美食和幸福的家庭合影，而他的日常却是从早到晚面对电脑。这种别人精彩，自己平淡的对比让他感到无聊，甚至有些失落。他不想让朋友圈成为充满压力的展示柜，
于是选择退出，专注于自己的生活。对他来说，与其晒不出彩的生活，不如不晒。5. 社交的复杂性与压力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，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，朋友圈也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交场域。这种复杂性和压力让很多人对是否发朋友圈变得更加谨慎。首先，朋友圈的好友数量逐年增加，其中不仅包括亲密的家人和朋友，还可能包含同事、客户，甚至是一些仅有一面之缘的人。这种多样化的关系网导致了很多潜在的社交压力。例如，当你给某个朋友的动态点赞，却无意中忘记给另一个朋友点赞时，导致可能被视为偏袒，甚至影响人际关系。还有些人通过朋友圈的互动来揣测他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，甚至试图挖掘出隐藏的矛盾或不和，这无形中加剧了朋友圈的复杂性。其次，频繁在朋友圈分享美好生活而引发好友的嫉妒与误解。你要知道，不是每个人都希望你过得比他好。嫉妒与攀比是人性的弱点，而这些情绪往往会削弱朋友圈的真实互动。因此，随着朋友圈中关系网络的扩大和社交压力的增加，人们更加倾向于将自己的生活私密化，以保护自己的情感安全和人际关系的稳定。这种选择不仅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，也反映了现代社交文化的一种转变。6. 时间与精力的转移。对于许多人来说，生活的优先级发生了变化，时间和精力被重新分配。小鹏是一名创业者，早年间，他喜欢在朋友圈分享创业的点滴，从团队建设到业务拓展。他认为这是记录成长的过程，也是与好友分享自己奋斗的途径。然而，随着事业逐渐稳定，他发现发朋友圈需要花费时间选图、编辑文字，而这些时间可以用来陪伴家人或者专注工作。对他来说，朋友圈成了低优先级的事情，停止更新只是顺其自然的选择。7. 更倾向于私密的沟通方式。许多人不再发朋友圈，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与朋友的联系。相反，他们更倾向于私密的沟通方式，比如通过微信聊天、语音通话或者线下见面。小倩是一名高校老师，她曾经是朋友圈的活跃用户，但如今她更喜欢通过微信群聊与朋友交流。在她看来，这种方式更加直接高效，也避免了不必要的误解和尴尬。他觉得朋友圈的公开性让许多人无法完全真实地表达自己，而私密的沟通更适合深入的情感交流。8. 时代与平台的变化。除了个人原因，平台本身的变化也影响了人们的使用习惯。一些人更专注于其他平台的发展，比如 YouTube、TikTok、Instagram。小峰是一名摄影爱好者，他发现朋友圈的图文结合已经不能满足他的创作需求。他喜欢用短视频记录生活，并上传到短视频平台，与更广泛的观众分享。相比之下，朋友圈显得有些老旧，逐渐被他冷落。9. 情感的成长与蜕变。发朋友圈的本质是一种表达，而表达的方式会随着年龄和情感的成长而变化。小晴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曾经热衷于晒自拍和聚会照片，但进入职场后，她的心态逐渐成熟。她开始明白，
生活的意义在于内心的充实，而不是外界的评价。朋友圈对他来说，不再是证明自己价值的场所，而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存在。他将更多的时间花在阅读、学习和旅行上，用实际行动去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。最后一种情况是，许多人其实依然在发朋友圈，只是你看不到而已。这种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。一些人为了保护隐私，选择设置仅自己可见的权限，这样既满足了记录生活的需求，又避免了对外展示的压力。另一些人可能仅将动态分享给特定的好友群体，避免让某些人看到他们的内容，从而减少不必要的社交困扰。这种权限设置表明，发朋友圈的人并未减少，只是大家对于如何分享变得更加精细化和有选择性。朋友圈的沉寂是人们对社交方式的一种深思熟虑的调整。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冷漠，而是反映了个体对于隐私、生活意义和社交互动的重新审视。那些选择不再发朋友圈的人，并不是远离了朋友，而是用更真实的方式去体验和表达。他们将注意力从虚拟的点赞转向了真实的陪伴，从短暂的认同转向了内心的满足。或许这种沉默背后隐藏着对生活更深层次的热爱与专注。